马自达 RX-7 可以说是一代神车，虽然在漫画中它不如周董的 E86， 但现实生活中的名气绝对要更胜一筹。而一说到 RX-7， 那肯定就绕不开它独特的转子发动机。和一般的活塞发动机不同，转子发动机的内部有一个三角形的转子，运行时会在椭圆内不停地转动，可以在瞬间爆发出很强的动力，而且输出也非常稳定，是改装爱好者和业余车手的挚爱。100公里加速仅需6秒，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60千米，收藏价值和改装潜力也非常高。那么这时肯定有人会好奇，既然转子发动机优点这么多，为什么没有进行普及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首先就是它的油耗很高，而且发动机的燃烧式形状不利于可燃混合物充分燃烧，导致排放的尾气污染物含量较高。其次，虽然转子发动机体积小、功率大，但耐久度却非常差，基本上开不了多少公里，发动机就要进行大修，而且还得找到专门技术人员，所以才逐渐的没落下来。而这次希望车厂要翻新的马自达 RX-7， 虽然车身非常的破败，但基本功能没什么大问题。它的主人是65岁的康纳，康纳是一位慈善工作者，一生致力于心中的慈善事业，帮助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 RX-7 的狂热粉丝。康纳曾驾驶着这辆车沿着勒芒的赛道跑了一圈，当然这已经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了。而随着康纳年龄的增长，根本不允许他进行任何剧烈运动，只能在家里休养，而这辆 RX-7 也只能慢慢的没落。但他的儿子却不甘心，因为自己的父亲一生都在奉献，从未向别人索取过什么，如今晚年却疾病缠身，在感到唏嘘的同时，他就想把这辆 RX-7 翻新一下送给父亲，于是就联系了希望车厂。两兄弟看到车子也是很激动的。小强先是对车况进行检查，发现前保险杠被撞掉了，而且内饰也略显陈旧。不过和他们以前翻新的车子相比，这辆车的成色还算很不错了。转子引擎是发动机界的一朵奇葩，被马自达 RX-7 运用的风生水起，并让它成为了一代经典。兄弟二人拿到这辆车之后，先是简单的检查了一下车况，就把这辆 RX-7 拉回了工作室。此刻小强内心非常的忐忑，因为他对转子发动机的了解几乎为零，如果发动机出了问题，那么这辆车的修复难度会大大增加。不过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并没有检测发动机的条件，于是二人只好先把车子升起来，对车身的零件状况进行初步判断。让他们震惊的是，这辆车的设计非常复杂，所有零件的安排都很巧妙，而且这个后悬挂系统上面至少有10个连杆，我想这就是 RX-7 操控很好的原因。不过当小强把目光转向一旁的轮胎时，心里立刻觉得大事不好，因为这个后轮的两侧磨损程度不均匀，可能是转向系统出问题了，而且里面的减震弹簧从上往下数的第3个金属圈更粗，可能是内部产生了裂缝，也需要彻底检查一下。看来这辆车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小毛病还真不少。为了彻底修好这辆车，两人决定兵分两路，大强去给这辆车找一套新的轮毂，而小强则带着这辆车来到了一个专门维修 RX-7 的小作坊，打算检测一下这个转子发动机，看它还能不能正常使用，顺便再检测一下里面转子的磨损是否严重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发动机非常小巧，而且它整体只有3个运动部件，那就是偏心轴和2个转子。为了方便小强理解它的运作原理，两人决定把它拆开来看看。小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汽修工，当他看到内部构造的一刻，瞬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下次再遇到转子发动机，应该也能自己上手修复。不过至于这个发动机是否还能用，转子的磨损是否严重，单凭肉眼是看不出来的，最终还得上机器进行检测。而此刻在大强这边，他找到了一家轮毂定制厂，这里专门生产不同型号的轮毂，哪怕是绝版的也能给你复刻出来。眼前的这面墙上就有很多现成的做工优良的产品，但大强却并不喜欢，他想给那辆 RX-7 做一套独一无二的轮毂。对于老板来说，这当然不是问题，无非就是价格比较高而已。他带着大强来到了工厂内部，参观轮毂的制造过程。尽管转子发动机并未得到普及，但没有人会不喜欢马自达 RX-7 这辆车。作为高桥良介的经典座驾，受到很多 JDM 车迷的追捧，但现在还能留存在世上的车况基本上都很差，小强的这辆也不例外。此刻他正在对发动机进行检测，最终仪器上的数字停留在 7.5 附近，这说明这个转子引擎整体状况良好，不用进行额外的修复。听到这个解释，小强终于是松了一口气。接着他尝试发动车子，没想到第一次竟然没成功，两人顿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于是小强再次尝试扭动钥匙，这次车子终于发出了轰鸣声。现在功能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翻新车身套件。而此刻大强正待在轮毂制造厂，他们已经制作好了一套新的轮毂，亮黑色看起来很有质感。为了增加一点炫酷的元素，他打算在外面的轮圈上描绘红色，红黑色的搭配肯定会让康纳满意。与此同时，在车厂里面，
员工们已经把车身打磨完成，并喷上了一层白色底漆。为了确定这辆车的最终颜色，大强联系了康纳的儿子，两人商量之后，决定把车身整体变成黑色，但要增加一点红色元素，最好是一些金属亮点。但没想到大强理解错了意思，给清漆里面混合了很多红色金属粉。当康纳儿子来到车库查看进度时，看到车身的颜色搭配，瞬间呆住了。黑色里面混合的小红点，看起来就像是女孩子穿的裙子。上了年纪的约翰应该接受不了，而且把一辆 JDM 车型改得这么娘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无奈大强只能对车子重新喷漆，这次他也没有整活，而是老老实实的喷了一层黑漆。等到车子被运回车厂后，小强开始更换内部的减震弹簧。为了保证这辆 RX7 的操控，他特地对弹簧的长度进行了调整，确保和原车保持一致。现在车子的修复已经基本完成，大家对其进行最后的收尾，把套件全都装了上去。鉴于之前他们已经返工了一次，所以这次不能直接交车。大强把这辆车送到了专门改装 JDM 的车厂，想让他们对外观进行最后的升级，确保车主看到后不会拒绝。趁着这边在忙活时，大强乔装打扮成了一个赛车手，来到了一家改车店旁边。根据他们之前的了解，康纳每天在这个点都会来遛弯，欣赏一下这里的跑车，所以大强就来了个守株待兔。他用头盔作为掩饰，和康纳父子聊得很开心。这时小强瞅准机会，把那辆 RX7 开了出来。大强也拿掉了头盔。看到这一幕之后，康纳恍然大悟，原来这辆 RX7 就是自己的。而他们家人这时也蜂拥而出，共同庆祝这开心的一刻。